我觉得你在做什么？在 setting， 然后我们要拍那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1周心得，想说 say 一下，怎么了？我想说，反正像我们有新手机嘛，我就测试一下相机，顺便录一下我们的 vlog。哦，就是我们工作室日常记录这样子。对。等一下，你现在也换到16 Pro， 16 Pro 对不对？对，你也用了1周对不对？1周。那不然我们换一个方法好了啦，因为我的使用心得是每年换。对不对？你的话是隔4年换，你是16 Pro 换上来，我是12 Pro 换上来，12 Pro 换上来，对，你是12 Pro 换上来。那这样不然，因为我觉得你的切角跟我会差距很大。我应该比较能代表一些大众使用者的情形。对，因为4年换一次是比较正常的人换手机的方式。那不然，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啊，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就2个真实使用者，但是不同的角度。然后我们手机也不一样嘛，一个 Pro 一个 Pro Max， 刚好大的小的。因为大家有些可能会比较想要换16 Pro 小只的。其实我也有一点想换成小只的。那我们等一下就在外面拍好，这边可能坐不下，那我们就在外面 set。好 ，OK， 好，拿出去。好，就直接来分享啊，跟我们现在看不到我自己。对啊，我们这样摆。坐好低了，老人这样，很少坐下来，很少坐下来。OK， 好啦，那我觉得这样分享最真实啦。他这一次其实隔了4年换，这是他的自己的 Pro， 这是我自己的 Pro Max， 2个都自己买的。那这样实际用上来7天，换上来机型也都差很多，可以来分享一下，从你的角度跟我的角度差距在哪里？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像隔代换值不值得，然后隔4代换值不值得，也可以去跟大家来讲一下。最真实啊，我们没有写稿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些重点想要分享的，我们有用这个写段落的方式，但是就是整个过程我们就没有蕊过，也没有讲，没有真实跟大家分享。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你 iPhone 16用了1星期，应该算满意吧？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几款非常实用的手机配件，就是大家都爱的 Casetify 4款产品。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款强悍防摔立架手机壳。那这款手机壳呢，不只是轻薄好看，防护力部分也是完全不打折。即使是从2公尺高的地方摔下来，你的 iPhone 16一样可以安然无恙，因为它通过了3倍军规级的防摔测试。但除了防摔的特性之外呢，它有一个超实用的相机环立架设计，完全隐藏在它的相机环上，不会影响到手机的外形。那这个立架呢，可以自由调整0到150度，所以不论你是躺着看、坐着看，还是站着看，完全可以找到你最舒服的角度。那视讯会议啊、看食谱、直播追剧，什么场合都难不倒它。那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个立架，完全看你怎么发挥它的创意咯。而且它的无螺丝设计简约又坚固，完全不用担心会不小心弄坏。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现在 MagSafe 支援更高的充电瓦数嘛。这款手机壳呢，可以完全支援 MagSafe 和无线充电的功能，用起来超级方便。那接下来呢，也是超高人气的镜面手机壳。有这款手机壳呢，就可以不用再随身携带镜子。同时，这款手机壳的防护力也是一流，通过了2.5公尺高的摔落测试，保护性是完全没有问题。那它的边框呢，也特别的加高，镜头的4周也是一样，更好的保护你的荧幕和相机。那有人会问啊，镜面难道不怕摔破吗？真的不怕，因为这款镜面不是玻璃做的，是用特殊的电路涂层，让它看起来就像镜子一样，有镜子的优点，却没有易破的缺点。那当然，这些壳都维持了 Casetify 的传统，让你可以从上千种印花设计中挑选，甚至可以客制化印字。想要有独一无二的手机壳吗？ Casetify 都可以办得到。那最后我们来看看超实用的背带，有双扣织绳款和双色混边款2种可以选择。那这些背带呢，都是由8毫米的织绳制作，那可以依照每个人的身形不同，或是使用情境的习惯，最长可以调整到150公分长。佩戴上的泛用性很广，你可以把斜背挂脖，而且它不只可以挂手机，还可以挂上小包包啊，或是其他的配件。那你出门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东西了。带这个背带，手机就挂在身上，完全解放双手，不管是逛街、运动，或是参加音乐季，都超级方便。手机随时带在身边，但双手完全自由。那当然，我们观众也一定有独家的优惠折扣，你可以直接点选资讯栏的优惠链接，或是记下我们的专属折扣码，就可以享有9折优惠。快点把你的 iPhone 配件都补齐吧。那我们先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想从12 Pro 换上来？主要是因为我的12 Pro 它第一个就是续航力的问题，因为我的12 Pro 电池健康度已经掉到 80%， 所以其实我基本上1天的使用情境之下，我不是算非常重度的使用者哦，但我1天还是必须要2充到3充。1天2充到3充，对。其实，在80% 这样的话，算是还是蛮不好的。从我当初我记得一拿到手机的时候，它就不是非常的稳定。对啊，其实12 Pro 当初的那个处理器，我们也知道，它是第1世代的5奈米处理器，对，所以稳定性什么都不算非常的好。那我自己使用12 Pro Max 的心得也是这样子。你现在换上来，我觉得使用大概7、8天之后，你觉得一点最大的改善？我觉得就是它不太需要我再额外充电，在1天的使用过程当中，来工作室来讲好了，我可能路程大概是25到30分钟左右。OK， 那25到30分钟左右，大概路程上面就是听音乐，接蓝牙耳机听音乐，然后滑手机。OK， 之前的12 Pro 的话，大概
到工作室不夸张，大概会掉25%到30%。对啊，30分钟听音乐、滑手机就掉25%。现在换到16 Pro 的话，基本上大概就是2%到5%之间。目前差距大概蛮多的，3-4倍左右。那我换上来的理由是因为我一定要开箱评测。对。然后如果说今天我没有要开箱的话，我或许还是用13 Pro。但是我现在自己用15 Pro Max 换上来的话，15 Pro Max 就是先前我那一台发热比较严重，耗电也是一样。我坐在工作室这边，可能大概到下午3点的时候，它就掉到大概接近50%，一定要再充，就一定。我下午回家去接小孩前，我可能在车上就开始充。那如果忘充的话，我可能晚上回到家在盯小孩功课的时候，就是20几%上下。15 Pro Max 有大致的，所以换上来我觉得目前最有感就是它的续航力真的好太多，而且我觉得是在待机的续航。对，待机的续航力好蛮多。因为我们说上班就放在那边，然后它的在闲置的时候，它的掉电量真的慢很多。再来一个是，我觉得因为我从12 Pro 换上来嘛，它有那个水显萤幕然后我一直以为有水显萤幕会比较耗电，但其实没有，其实还好。然后我会现在也蛮喜欢它一直开着的。对啊，就是你随时可以看到它的时间或什么，然后如果你点 Uber 或什么的话，你就看到它的进度什么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对这个是水显萤幕是我觉得好用的，但如果真的太耗电让你不能用的话，反而有点浪费掉这个功能。对，那现在换上来之后，你有没有一个最推荐大家的功能？觉得目前到现在最大的亮点？除了续航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相机，因为我是从12 Pro 换上来嘛，所以它的120赫兹的萤幕，我在换的时候，其实我同步还是有在转移一些资料。OK， 所以我12 Pro 其实还是有在用，随时2个在交叉用，我就会觉得啊，我的12 Pro 怎么越来越淡？因为萤幕卡卡的。对，其实没有啦，但它原本就是60赫兹的萤幕嘛，所以你会觉得它滑顺度没有这么好，然后使用上你会觉得它就是差这么一点点。但我没有用16 Pro 之前，其实不会有这种感受，但用了就回不去了。对，就是由奢入俭难。对，由奢入俭。你没有用过的话，你没有感觉，你可能就觉得啊，还好啊，120赫，我现在的萤幕感觉起来也很滑顺。但你一用过、体验过之后再回去，对，看就很明显这样子。对，没错。但是不是一个必要换的功能，这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大家可以滑滑看。那我用到现在觉得最大一个亮点推荐功能的话，我会觉得拍摄4K 120这一点，因为像我们昨天在做一些片花什么在侧拍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是对我而言不用再拿相机出来。那这是不是你觉得要换的功能？大家可以就再自己想一下。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它4K 120大部分就是以现在民用相机上来讲，4K 120。基本上画质会稍微有一点可能 maybe 跟4K 60会有点落差。OK。但是我自己在测试下来，我觉得它的4K 120跟4K 60的画质是差不多的，看起来是1:1啊。我自己在左右比对的时候，我看不太出它拍60跟120的差别，所以它是不是有点去降画质的方式拍到120，它是维持1:1的将近1:1的画质去拍到4K 120。那在相机上的话，我自己是很喜欢它的 log 档。其实我当初12 Pro 我有在考虑15 Pro，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 Apple 的那个 HDR 的演算的功能，因为它其实后置的宽容度并没有这么高，而且有点锐啊，有点过锐。对，那当初15 Pro 出来的时候，原本想要换，就是因为过热的问题，我就想说，你就看到，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面测的那一天，对，我就看到我就想说当掉，我就想说算了，然后就说回来说，对，今年先不要。那今年就是因为它3都有改进嘛，体验上我是觉得它以摄影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它 Apple Log 的曲线在调色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好调的。平常是用 S Log 在拍嘛，它其实曲线我觉得是不输给 S Log， 但现在我还在研究啦。对，目前我们就是7、8天，可是我觉得用到现在是有这种对蛮满意的感觉，蛮满意的。目前为止。我们要去露营哦。现在几点？现在对，我们现在去 TVBS 录一个新闻幕后的节目，很重要。然后我们现在，不然我们也拿去拍啊。对，我们去做一些侧拍，然后呈现画面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好 ，OK， 走。我们要来录 Podcast，这个 TVBS 的新闻幕后，然后跟夏家路主播一起，非常的期待。然后我们顺便就是也把我们的 iPhone 16也带来，但我们想要就是做一个比较长期的心得。那实际拿出来拍，我觉得这才是大家会用的情况。在外面看到什么场景就直接开始拍，然后也不会有外接麦克风，不会有这另外的收音的东西。那直接用 iPhone 16 Pro Max， 然后我们来记录我们今天出来拍一天的这个 vlog。等一下我们可能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也会请问他们可不可以侧拍，然后看能不能访问一下我们的主播，看看这些电视台里面的这些幕后给大家看一下。好紧张，我们进去吧。
收音表现怎么样？刚刚的表现，我自己觉得打大概40分吧，但是进步的空间还太。我觉得很多东西我可能想讲的没有想到要讲到，很多时候在回答的时候，我也觉得因为真的太紧张，语速的控制啊，还有在讲这些过程中没有讲得太好啊，所以我觉得自己真的还是需要更多这样的经验啊。所以先来嘛，先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可能再会越来越习惯，那就跟你第一次开始拍 YouTube 的时候一样的道理，不要因为自己不敢或害怕或不舒适就不去做，那反而这样不会进步。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回音功能啊，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自己刚才听的时候，我自己在试用下来，我觉得回音功能它在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不会输给我们现在身上别的这个迷，就蛮纯净的，蛮纯净的声音。OK。那如果说是在户外的话，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处理后的降噪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它可以调那个嘛，它真的抓了50% 的时候是最刚好，你再调高一点，它的那个声音就会有点虚。但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在 maybe 我们可能自己这样拿自拍的时候，会收音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刚刚是我拍你嘛，对，所以它那个距离还是有一点点，为了构图的关系，可能离你要拉远一点。对啊，我觉得如果是一般使用，当然我不会跟大家说这可以收音比这种麦克风好，或者你有专业那种指向性好。可是我觉得一般 vlog 使用的话，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够用了。我觉得户外刚那样，即使是说你对比完全没有处理，跟有处理完全没有处理是不能用。它那就是嘈杂到你根本听不到人的声音。那至少处理虽然有点假，可是你会变成一个一般人可以用的画面。OK， 那再来我们就很多人在问的灾情啊，那其实我们有特别拍2支，就是去讨论它的灾情的部分。那到现在我们这个片更新为止之前啊，所有的灾情我们看到都是软体层面的问题。对，而且它是比较小的 bug， 我觉得就是会解决。对啊，它不会，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很懂，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 bug 它是硬体或是软体的问题，硬体的话，我觉得会担心，因为你可能就要去换机什么的没的。但是如果是软体的话，比如说又是这种小软体问题的话，我自己是没有担心说，我想要去换机，或是说想要去退，然后再等第2批什么，我目前是没有这种担心的部分。因为基本上第1批就是软体刚出来的时候，它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到12的时候最糟啊，那时候杀后台，对，你开完一个头去后面杀坏，可是后来也是它更新完，对啊，更新完之后就解决。那像这个相机的小 bug 其实也有解，我们最近早上就 HDR 给它开下去，就不管你用什么帧数拍都没问题，所以它还是有个小解。那再来大家就等软体更新，我觉得就应该就没事。那再来说发热部分的比较。是 OK， 那这2台很多人在担心，就是说，小台会不会它的散热比较不好，跟大台差很多？因为我们上次是测大台的4K 60-15分钟，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这个小台4K 65分钟。那再看到它跟大台的差距大概就是1-2度之间而已。这个表现其实我觉得蛮意外的，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机身实际上手来讲，我觉得小蛮多的。对。然后我一直会担心说它的散热表现，因为它可能铁块散热的面积比较少啊。那天我在测大的时候，他就一直叫我说：“我们来测我的。”就是他非常担心说它的散热会差很多。对，散热差很多。就说：“那我们来测一下好不好？”我想说：“应该没有问题吧，应该不用担心。”可是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大小这个差距，那我觉得测到实测的结果也给大家看，我觉得是 OK 啦。所以这样反而让我有点想回来说，会不会我也不一定需要拿大的。因为我觉得手感上真的差很多，还有这个相机按钮的位置，就是基本上在小的上面，我觉得它的重心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机按钮的部分啊，对，我自己在拿的时候，因为是 Pro， 所以它重心其实会比较靠近我的手。我基本上是只要这样，它就会开启相机。对，突然知道我是这样拿了，可是就是它的重心还是会往这边偏啊。对，因为基本上你看这个按键跟它的按钮的距离就是差了这么多，所以我自己也有在考虑说要不要把它。今年要不要把它改成用 Pro 这样子？好了，那这个拍照界你有什么看法？拍照界目前我还在跟他培养感情。目前我可能在拍照的参数的调整上，我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手动去画面调。对，手动去画面调。对，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按键啊，它可能是主要设计，像苹果他们也有说是视觉 AI 的入口嘛。当初设计的理由是为了可能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假如说我看到这个，我可能是这样。打开，然后对着它就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跳到一个 App 啊，什么有的没的。对 ，OK，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以 AI 为主的功能啊，然后相机功能就是好啦，可能附加给你的，多给你一点功能。不然，因为可能现在苹果的 AI 它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硬塞这个功能给你，然后跟你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功能，然后到时候它会开放 AI 一些功能给你这样子。那第2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问说，到底原厂壳跟副厂壳？我们昨天拍我这个是用原厂壳，然后你是用副厂壳，我们也是想测试它手感的差距。是，那副厂现在目前都是挖孔，原厂是做一颗钮在上面。
那我用原厂1周下来，我的感想是我很容易误触。我们刚刚出去拍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容易误触，对不对？就他反而做的，我觉得这个是好坏，就是说他做的让你很容易按，可是反而你有时候拿手机的手势就不小心就滑到他的参数、他的操作，或者你不小心就按到就开了相机。然后你一直都是用副厂壳，对，我现在目前到现在为止都还是用副厂壳。你有误触的问题吗？比较少，因为副厂壳的话，它基本上会有一个挖洞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弧度，你可以停在那个洞跟洞之间的，它有一个缝隙，所以你手这样拿，因为我原厂壳是我手这样拿都会滑到，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么改变你握的手势，或是大概要习惯这个钮的位置啊。所以到底原厂壳、副厂壳好，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一个。我是建议大家可能去自己试试看。我自己的体验，我自己是目前是喜欢挖孔啊。虽然说可能在拿的手感你会觉得就是差一点，因为这边会凹进去，凹个洞，对。但是你如果是可能在拍照的时候，你可能比较不会碰到相机的这个按钮，也是各有好坏。对，各有好坏，就看大家可能在乎的点是什么。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些照片的比较。我们有用12 Pro 拍，然后对比16 Pro Max。好，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觉得成像的发色差距很明显。对，然后我觉得照片的品质，你当然细去看的话，也是看得出差别。对，很明显这一代我觉得它有偏比较暖色调去调。对，在 Pro 系列上面真的是这样。你升上来，你觉得照片的感觉升级的幅度大吗？我觉得如果不做任何调整的话，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不大，有点难看得出来。但是因为今年有那个摄影风格的调整啊，对，所以它其实自定义的功能也变多了，甚至它可以针对肤色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之前可能大家觉得 iPhone 的直出很丑啊，都会偏黄，比较欧美人友善等等。我觉得今年就是你可以去自定义，你想要冷白皮你就冷白皮，你想要欧美感、健康感你就欧美感。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虽然说它调整的参数跟细节没有想象中的多，可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原理其实非常的好，就是它在拍的时候，它是先把你拍摄场景先辨识出来，哪个是肤色，哪个是人，哪个是背景什么东西，所以你在调的时候，你往左边调的时候的那一些选项的参数，它不太会动到整个画面。对，它可能针对肤色，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对一般人来讲，这个会好用很多。就这个拍照风格档是我目前用到现在算是拍照里面最满意的一个功能，而且基本上我觉得是可以直接上传，就是对，就很好看，它画面真的就很好看。对，那在拍实物上面，我觉得它的摄影风格档，它其实是可以把它调的比较美味一点，像三星那样子，不会像以前就是好像暗的这种。对，暗的，它其实可以把它设定成可能对比稍微高一点，饱和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可以上传的那种感觉。那另外的话，有人说这个15 Pro Max 的超广角跟16 Pro Max 超广角比起来，16 Pro Max 的超广角细节比较少。那我看了日间拍摄跟夜间拍摄，我自己是没有看出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个夜间拍摄，我昨天也是直接用超广角去拍，然后开全画质，我也觉得16 Pro Max 的画质上面呈现是稍微更细节一点，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很少人，除非真的放很大去看才会看出差别。那不太需要为了这些小地方去纠结。演算法摄影的时代嘛，可能他今天判断怎么样，第二张照片拍起来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小问题啊，这个没有什么。那只是我们看到的是16 Pro Max 的细节还是稍微多一点。好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讲结尾，该不该换？他先讲隔了4代换起来的感觉，他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隔了4代，事后我再来讲隔一代换起来的感觉是什么？隔了4代，我觉得是非常建议大家换啦。如果以手机4年一换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到可能非常大的提升。对，即便说大家可能一直在笑它挤压高，大家可能是每年换才会觉得它是挤压高，但我觉得从12 Pro 换上来，没有，开玩笑。从12 Pro 换上来，我觉得就是体验上会有蛮大的改进。而且我觉得它终于不热了。我真的也会觉得12换上来很建议。对，12换上来，拿13我可能还觉得还好，就是说顺的就用，但12因为也是我自己用到，觉得就跟15大概相当不顺的2代，是，所以如果你手上是拿12的话，我自己也觉得 OK， 建议换。那隔代换的话，很介意散热，因为有人说他的15 Pro 就是没有那么热嘛。那这个可能就是说，他手上的15 Pro 的良率是没有问题啊，什么这些散热问题他没有碰到，或者他使用的情境也不会去触发这些现象。像我常常拍照，我相机就开着，那当然就一直烫嘛。那如果你的15 Pro 当然用的顺的，我也不会觉得说有必要隔年换手机。如果是以硬体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从13以后都还可以不用换，都可以等一下啦。对。那如果你手上的15 Pro
或 Pro Max 真的用起来很不舒服，你就觉得很烫啊，然后掉电很快。如果你手上拿到跟我一样啦，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外面收多少钱嘛。对，因为其实外面收的价钱还是不错，还是蛮高的。像我12 Pro， 因为我是用 Apple Trading 的方案，它其实还有7000块。7000块，那你自己卖的话可能有9000，可能有8、9千。但是我想说就是方便就是处理。然后我最后再讲最后一个从12 Pro 换上来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 C 口。OK， 懂。对，这个 C 口就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充电线全部换成同一个规格。你去旅游就不用再多带。对，我就不用再多带。然后它其实传输档案也变快蛮多的。虽然说大家还在抱怨它只有3，但对我来讲已经是蛮大的提升。我觉得还是够快，还是够快。对。然后这个 C 口就很重要，就像我现在有讲，就是我想要把全家人旧的 iPhone 全部卖一卖，然后换成都是 C 口。那这一代我觉得都稳定的话，我就会这样做。那我们再拍一集，我们真的拿手机去卖，不会先跟厂商先套好，我们就是随机去问，对，然后大家看一下那个过程。好，这样比较好玩，没有业配，对不对？没有业配，大家喜欢看。好了，那今天我觉得就是我们很真实的跟大家分享，对，比较轻松的跟大家分享说，一个每年换的人跟一个隔4年换的人，真实性的是什么？那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是有什么听到觉得很类似啊，其他不同看法，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大家分享。OK。那以后如果有观众想上节目，我觉得也可以。对，就是可以，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考虑开表单。对，因为有很多观众很专业，然后他们在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如果一起来讨论的话，应该还不错。像我们最近街访的时候，也遇到蛮多很对自己使用需求很理解的观众，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内容会很多不同的火花出来。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多做一点这样的节目。OK， 好，那大家喜欢的话就帮我们订阅起来。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是苹果店。我是 Alan， 拜拜，拜拜。